哎呦喂，哪来的小叫花子，敢闯镇国公府？爹爹，淘淘来啦！爹爹，淘淘可找到你啦！什么东西？放肆！ 放开淘淘！坏蛋！爹爹救命！他们要摔死你的亲宝贝闺女啦！哎呦！爹爹，你的淘淘要飞走啦，你会后悔的。村口张半仙说了，淘淘是你命里的福星，离了淘淘你要倒大霉的。聒噪！堵上嘴，扔远点！张半仙，哪来的江湖骗子？爹爹，你晚上睡觉别闭眼，淘淘会回来的，带着雷回来接你。打水，发靴子。再有此类疯癫之人靠近府门百步，杖责守门人。 仔细查验，有无人为痕迹。国公爷，不好了！追风他疯了！哇，幻听了！去，把昨天那个小丫头子找回来，请玄清道长。 爹爹，国公爷，此女命格贵不可言，却又混沌莫名，贫道看不透。然其身似有天道气运流转，与您因果极深，恐是言出法随之体天眷之人啊！枉说人话，他所思所言，关乎至亲之事，极易引动因果化为现实。这异象，恐皆因此女啊！国公爷，荒谬！本宫从不信什么天命气运。爹爹的书房好黑呀，该开窗啦。 亮了吧？难道国公爷，天道莫测，顺之者昌。此女强硬驱赶，恐招不测。吾若暂且留下，好生相处啊！爹爹，淘淘困，想睡觉觉。留下？荒谬！不留，万一他再说。先带下去，洗干净。找间离主院最远的厢房，没有我的命令，不许踏出院子半步。今日之事，若传出半句，贫道明白。 国公爷放心，爹爹最好啦！淘淘明天给爹爹摘花花。鸡飞狗跳的日子开始了。爹爹的院子好远呀，不好玩。去找爹爹玩，给爹爹一个惊喜。大门有坏叔叔。是。哎呦！ 哇，黑黑的，一条条的，像阿童家墙上的壁虎，不好看。淘淘也画个好看的给爹爹。这个像爹爹，威风；这个像淘淘，可爱；坏蛋，丑丑。 什么？我的封后八阵图解析御笔。顾淘淘，爹爹，看淘淘画的像不像你？像我？对呀，这个威风凛凛的是爹爹，这个是淘淘，我们一起玩。这些黑点点不好看，乱糟糟的，爹爹的好看。杀心渐起。爹爹，
你手好凉，是不是饿啦？淘淘也饿。阿婆说，肚子咕咕叫的时候，人就会凶巴巴。爹爹不要凶，淘淘给你找好吃的。罢了，一本兵书，回头再寻。陛下，臣和户部侍郎李邕贪渎河工银两，致使得堤偷工减料。去年汛期溃竭，3县百姓流离失所，死者逾百，此其罪一也。其罪3也：欺君罔上，伪造账目，人证物证俱在，请陛下明察，严惩不贷。他怎么会在这里？侍卫，我要杀了他们！顾爱卿，此乃天意乎？天意？去他娘的天意！是那个小瘟神的意思。臣惶恐，或为巧合，臣定当另设奏章，再呈陛下。爹爹慢点，淘淘要飞起来了。听着，从今天起，不许离开你的院子半步，不许靠近我的书房，不许靠近马厩，更不许靠近皇宫，靠近陛下。听到没？没有？爹爹，你这里皱皱的，像包子褶，不好看。淘淘给你吹吹。吹吹就不气啦！天眷之人，天眷之人！带他下去，看紧了。从今日起，府内所有高出一落之物，全部检查加固，书房、窗户加固，瓦片都检查一遍。硬碰硬行不通，得想别的法子。爹爹凶是凶了办法，淘淘最喜欢爹爹啦！明天还给爹爹摘花花。国公爷，吉时将至，宾客已陆续到了。爹爹吃了淘淘的面，活久久，陪淘淘久久。爹爹，寿辰快乐！淘淘给你做了长寿面，吃了活久久。天钻之人，言出法随。爹爹饿，给你好吃的。厨房拿的桂花糕，甜不苦。
爹爹吃完睡觉觉，淘淘走啦。熟悉的甜香。爷，府医连夜验过，确是数种慢性奇毒混合，性极阴损，长期潜伏。若非昨日烈性催发，极难察觉。来源还在细查。查，从府内饮食、熏香、旧物，到我近10年所有经手之人所到之处，隐秘些，尤其是户部李侍郎，近来与府中何人往来过密。废物，都是废物！不是说万无一失吗？那毒怎么会？顾北安，他怎么会没事，还吐出来了？那丫头，那碗面……听说了吗？昨儿个国公爷寿宴上吐了，说是小声点儿，府里不让议论这个。不让说爹爹吐了，爹爹生病是秘密吗？淘淘要去问问爹爹。爹爹。进来。爹爹，你生病吐了是秘密吗？为什么大家都不让说呀？淘淘，昨天你怎么知道爹爹吃了面会吐出不好的东西？因为爹爹身上有苦苦的黑黑的味道呀。面是药食。阿婆说肚子疼，吃了不对的东西，吐出来就好啦。难道那碗可怕的法髓的精准排毒，而是歪打中着，恰好符合了某种粗浅的以毒攻毒或催吐原理，被他的能力放大实现了？陛下，镇国公府昨夜至今，暗卫调动频繁，似在密查。寿宴之事已与户部李庸有关。另外，国公府那位小小姐今称直入书房，与国公密谈片刻。有意思，看来朕这位顾爱卿不仅得了个福星，还顺便捞了块试毒石。李庸跳梁小丑，去把前几日番邦进贡的那株应该喜欢玲珑玉响球漂亮玩意儿，以朕的名义赏给镇国公府那位小福星。国公府已成铁桶，此时再动自寻嘎路。上峰有令，静观其变，断尾求生。断尾？我如何断？那些账目往来，顾北安一旦审查，我必嘎无疑。那是你的事，记住，若牵连过深。顾北将到。哇，淘淘喜欢，谢谢皇帝伯伯。此乃御赐之物，需小心保管。淘淘若喜欢，爹爹让人收好。你想看时再拿出来玩，可好？淘淘听话。不球球不会唱歌，爹爹晶莹剔透，一碰就响了玉球。顾庆，前日赏给你家那小丫头的玩意儿，可还喜欢？陛下厚赐，小女欣喜万分。只是年幼无知，臣已代为妥善保管，以免损毁御赐之物。哦，妥善保管。顾氏未免孩童玩具，她若喜欢，闹坏了再赏便是。朕看那孩子很有灵气。顾北征查得太紧了，我手下几条线已经被摸到，再不动手就全完了。那丫头，既然皇帝都注意到她了，若她出了事，顾北征必乱。届时，玲珑玉响球是个不错的机会，但只此一次，不论成否，你这条线都到此为止。淘淘就想看看听听唱歌，就看一眼。坏锁锁挡着淘淘，讨厌！打开。
红红的，难看。虫子，走开，走开！这样好看。反应这么快，看来朕还是小瞧了。变丑了，淘淘的，求求唱歌。你怎么在淘淘房间里睡觉觉呀？地上凉凉。爹爹，淘淘是从哪里来的呀？这个，给爹爹。淘淘就看看，他唱歌好听。昨夜你碰了盒子里的都没有哪里不舒服，或者看到什么奇怪的光，听到奇怪的声音？光有呀，彩色的，好看。后来变黑了，还有红虫子爬丑。淘淘说丑，走开，他们就吓跑了，又变好看了。哦，国师昨夜心血来潮起的那一卦所指的变数，似乎已经应验了。天机混沌，因果骤断，于子时3刻骤然消散，施术者恐已遭重创。而镇国公府上空昨夜有极淡的天卷青光一闪而逝，敌障污秽。看来朕这步贤棋倒是调出了些藏在泥里的东西，也试出了那小福星的成色。为什么没成功？为什么？那丫头应该重重发狂，顾北斋应该托付余生。小姐，快禀报国公爷，传府医！爷，小姐在花园突然晕厥，气息微弱，状似中毒中邪。淘淘在哪儿？府医呢？如何？回国公爷，小姐脉象鬼怪至极，似有一股阴寒邪力弹据心脉，非毒非病，银针药物皆无效用，老朽无能为力呀！玄清，白云观玄清道长，绑也要给本宫绑来。还有查，1个时辰内，我要知道李庸现在在哪儿，在干什么。淘淘，别睡，看看爹爹，你不是天道闺女吗？你想想办法，爹爹求你。是阴魂咒，以施咒者精血受元为引，隔空咒杀他人至亲，阴毒无比。国公爷，小姐并非生病，是被人以邪术暗算了。此咒不解，至多1个时辰。如何解？1. 找到施咒媒介，立刻毁去；2. 找到施咒者，杀之，咒自破；3. 或以远超此咒的至纯至正之力，强行冲刷净化。但此法调集所有暗卫，封锁城门，目标李庸，是活不论。找到他以及他身边所有可疑之物，立刻。这是气运自发护主，不，更像是在回应什么。虫子要淘淘，讨厌，爹爹。淘淘冷。顾北追追，你来晚了，你女儿马上就要给我陪葬了。这同心藕与我性命相连，我死，她瞬间魂飞魄散，你敢动我吗？放下木偶，说出解法，我留你全尸。解法？没有解法，要么放我走，要么一起嘎。顾北战，选啊！淘淘，放他走，不，杀了他，淘淘会。你敢！最后一遍，怎么解？毁掉木偶，咒力反噬，他立刻。带上他回府，快！
臣儿。道长，木偶在此，但悔之恐生反噬。你所说的至纯之力，是否可引陶陶自身气运，内外合击，净化此物？可行，但需桥梁，需至亲之血为引，搭建桥梁，将此物邪力短暂导入你身，由你承受部分冲击，同时激荡小姐自身气运反击。然你无需多言，该怎么做？需要我做什么？立刻割破你与小姐掌心，两掌相合，以血交融，将木偶置于你掌背，贫道施法为桥，导邪力过你身，激荡小姐灵台。血桥通，邪力转。爹爹，淘淘做梦了，梦里有大黑虫子咬淘淘，还咬爹爹，淘淘赶跑它了。淘淘最厉害了，才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不那么哽咽。虫子被淘淘赶跑了，没事了，爹爹在。爹爹，淘淘困，睡吧，爹爹在这儿守着淘淘。爹爹早。爹爹好吃，爹爹痒。国公爷，此物虽毁，但其上残留的咒力痕迹非同小可，绝非李庸一个凡俗官员所能掌握。你的意思是，他背后有人？是昨夜你感应到的那个被反噬的施术者？是也不是？贫道昨夜感应到的反噬被蒙后之人的范畴以外，但这隐隐指向却隐隐被抛出来，更有更隐蔽的棋子。不管是谁煽动淘淘，便是与本宫为敌。道长此时还需你多多费心，追查这咒术源头。另外，魂套受损严重，记忆混乱残缺。关于咒术来源和蒙后之人蒙混试探，同时反噬殆尽了。也就是说，从他这里问不出什么了。顾北江，你斗不过的。他们看中了你女儿，你护不住，永远。陛下，一块百断金刚未吐露有用线索，那位小小爷已无恙，镇国公似乎变了些，也才是最能让人放心的臣子。陛下，紫微地星之侧，那七彩星光华虽微，然福祸相依，恐已引来暗处记忆。哼，介入了局便是其子，朕想亲眼看看这颗小福星。给爹爹的礼物，谢谢爹爹打跑坏虫子。淘淘找爹爹有秘密啊！爹爹送给你，淘淘和爹爹，谢谢爹爹保护淘淘。画得很好，爹爹很喜欢，这是爹爹收到过最好的礼物。中，淘淘不会走路了。小姐乖，今日要进宫见皇帝伯伯，须得隆重些。长乐门至麟德殿，这2条回廊加派我们的人扮装宫女太监。御花园东南角的水榭视野最好，必须控制。记住，今日你们唯一的任务是确保小姐绝对安全，无论发生任何事，不惜一切代价，明白吗？爹爹，房子好大呀，比我们家大好多好多。淘淘，进去后紧紧跟着爹爹，不要乱跑，不要乱碰东西，尤其不要随便说话。别怕。宣镇国公携女觐见。这就是那个孩子，竟真带来了。看镇国公这护犊子的架势。皇帝伯伯，你的房子好漂亮呀，比淘淘的布球球漂亮多啦。完了，这开场好，真是个伶俐有趣的孩子。到朕跟前来，让朕好好看看。顾青，不必多礼了。这成何体统？镇国公竟不阻拦。跑了半天，饿不饿？尝尝这个，宫里御厨做的。谢谢皇帝伯伯，但是爹爹说不能随便吃别人的东西。淘淘的爹爹带了淘淘的点心。顾青教女有方，好，那便不吃。
今日设宴，一是为顾卿压惊，二是见见我们的小福星。众卿不必拘束，开宴吧。这个是什么？那个是……祝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祝我大雍国祚昌隆，国泰民安。爹爹，那个老爷爷的胡子好像追风的尾巴呀，一甩一甩的，他会用胡子扫地吗？小哥哥好厉害，像大狗熊打架。没说错呀，阿婆说的故事里，狗熊打架就是这样的。童言无忌，童言无忌，有趣实在有趣。小淘淘，大家都表演了，你可有什么才艺给皇帝伯伯看看？淘淘会唱歌，阿婆教的歌。清早起来梳一个油头什么花香，擦上胭脂什么下粉花，唱得好，这是歌，这魔音贯耳啊！镇国公之女果然非同凡响。天上的星星参抖抖啊，地上的娃娃要下雨啦！呼风唤雨，不是言出法随，竟至如此地步。好一个要下雨了！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小淘淘一曲竟能引来甘霖，实乃祥瑞大祥瑞。永安郡主想亲王嫡女凤，可随时入宫伴驾。好一招阳谋，将他高高捧起，置于天下人眼前，也置于你的掌心。爹爹，你不高兴吗？皇帝伯伯给淘淘糖吃吗？淘淘，皇帝伯伯给的不是糖，是比金子还重的东西。从今天起，你的名字会被全天下记住。永安郡主随时入宫伴驾。皇帝，你这是将他架在火上烤，也是将刀悬在了我顾家头顶。不下雨了，淘淘不唱了。爹爹不会再让任何人逼你唱你不喜欢的歌。好多人都跪着呀，爹爹也要跪吗？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镇国公顾北疆之女顾淘淘，聪慧灵秀，祥瑞天成，特册封为永安嫡女凤，赐玉蝶金印，可随时入宫。钦此。谢主隆恩。这金印是护身符，也是催命符。既然要捧，就捧到最高。顾北疆，朕倒要看看你这把刀对着这无上荣宠还如何能挥得动。听说了吗？镇国公家那3岁的小姐被皇上亲封为郡主了。何止？昨夜灵德殿宴饮，他随口一句就下，天上立马就下了瓢泼大雨，真乃神童，不是仙童下凡啊！行为已定，因果纠缠愈深，是福是祸，犹未可知。郡主该学宫规了，今日须学叩拜问安、行走坐卧之仪。不要，淘淘不要学，淘淘要去找追风丸，要去找爹爹。郡主，您别闹了，快下来吧。郡主，这是宫里的规矩，也是国公爷的吩咐。郡主是什么呀？为什么当了郡主就不能玩了，还要学那么多不许？爹爹，淘淘不想当郡主，郡主不好玩。淘淘不要别人敬着喂着，淘淘要爹爹抱，要荡秋千，要追风。爹爹知道，但这个身份是皇帝伯伯给的，就像一块很甜很甜的糖，所有人都看着。我们既然接下了，就不能随便丢掉，不然会惹皇帝伯伯不高兴，也会让很多坏人觉得我们可以被欺负。那淘淘把糖把个皇帝伯伯一点，分给大家一点，是不是就可以不学那么多规矩了？有些糖分不了，有些规矩也必须学。但爹爹答应你，只要爹爹在，就一定让淘淘在必须学的规矩之外，还是那个可以荡秋千、可以追着吹风跑、可以想笑就笑的淘淘，好吗？郡主真是生得可爱。这就是那个会招来下雨的郡主，看着好小。郡主，这个给你玩。淘淘的球球给你玩，你的圈圈淘淘不会。气运稳固，守卫森严。果然，上次的失败让他和顾北全都更加警惕了。不过，郡主这个身份本身就是最大的破绽。国公爷，陛下惦记郡主年幼，新学宫规或有不适，特让奴婢传口谕，3日后请郡主入宫。太后娘娘想见见这位乖巧可人的小郡主，也让她与宫中几位年幼的皇子公主做个玩伴，以免郡主在府中寂寞。臣遵旨，谢陛下太后隆恩。郡主，宫里有很多好玩的，也有很多像您一样大的小伙伴，
太后娘娘最是慈祥，您一定会喜欢的。谢谢皇帝伯伯，谢谢太后娘娘。宫中龙气混杂，各方势力盘庚错节。太后近年来身居简单人物，此次突然召见，恐非仅仅喜爱孩童这般，倒必必开办。我知道，我会亲自陪同。暗卫会以各种身份混入宫中，但最关键的是淘淘自己。嬷嬷，皇宫里真的有好多小伙伴吗？他们会和淘淘分享点心，一起玩球球吗？这个嬷嬷也说不好。好安静呀，比家里安静多了。国公爷、郡主，太后娘娘已在殿内后，请随奴才来。记住爹爹的话，多看多听，少说。爹爹就在你身边。哇，这就是慈宁宫吗？这就是慈宁宫。臣姑姑北疆，参见太后娘娘。娘娘千岁。女顾淘淘参见太后娘娘，娘娘千岁。来，让哀家看看。太后娘娘，快起来，快起来，到哀家跟前来，让哀家好好瞧瞧咱们的小福星永安郡主。眼神倒是清澈，去，这面相却有几分果子拿来。再把那对赤金嵌宝的绫罗项链取来，给郡主戴上，压压惊，也添添福气。好重啊，淘淘脖子会酸的。谢太后娘娘厚使，只是淘淘年幼，此物过于贵重，且她活泼好动，怕磕碰了娘娘的心爱之物。不若先由臣代为保管，待她年长些再佩戴，方不负娘娘美意。顾卿思虑周全，也罢，那就先收着。淘淘啊，在宫里可还习惯？有没有人陪你玩呀？淘淘刚来，宫里好大好安静。太后奶奶，您一个人住这么大的房子，不害怕吗？晚上有没有大灰狼？哀家这里没有大灰狼，只有伺候的工人，一些不请自来的小虫子。还是淘淘怕虫子吗？另有所指。皇祖母，皇祖母，孙儿来给您请安了。这就是那个会招雨的乡下丫头，长得倒还行。镇国公，小五不得无礼，这是你皇兄新封的永安郡主，比你小，是你的妹妹，过来见礼。你就是顾淘淘，听说你会招雨，表演一个给本皇子看看。淘淘不会表演，下雨是老天爷的事，而且爹爹说不能随便下雨，庄稼和走路的人会不高兴。你敢不听本皇子的话，我让你下雨你就得下，不然我就让人打你手心。小哥哥，你手上有味道，你刚才是不是玩了泥巴，还抓了蚯蚓，没有洗手？他怎么知道？你胡说！皇祖母，他污蔑孙儿没有，他是个撒谎精。小五，注意仪态，淘淘是妹妹，童言无忌。况且伺候的人都是死的吗？还不带五皇子下去净手？德妃，她与太后并非一系，此刻出现，是巧合还是？妾身见过镇国公，这便是永安郡主吧？真是玉雪可爱，招人喜欢。心儿，来，这是淘淘妹妹，你们年纪相仿，正好一起玩。淘淘妹妹好。郡主若喜欢，这个送你玩。心儿，带妹妹去那边的亭子玩一会儿，母妃和镇国公说几句话。母妃说你是有大福气的人，这个送给你。香香的，但是有点闷。臭臭，里面有坏东西，虫子睡觉的味道。镇国公息怒，这香囊是下头人准备的。心儿年幼无知，绝无害人之心，定是哪个该死的奴才做了手脚，妾身定当严查。查，自然要查，不过是在本宫的人和陛下的人共同监督之下查。淘淘，有没有哪里不舒服？没有，就是臭臭，现在不臭了，但是脏脏。此事，本宫会如实禀明陛下与太后，娘娘好自为之。后宫妇人竟也用上了这等阴私手段，这次是让人嗜睡尸体的香药，下次呢？
这皇宫果然一步一杀机。陶陶，爹爹是不是错了？或许从一开始就不该让你踏入这是非之地。退，唯有向前，将一切危险扼杀在靠近他之前。重点查德妃近半年来接触过的所有宫外人，尤其是与医药香料有关的。宫内我们的人全部动起来。我要知道今天御花园偶遇到底有多人参与。是，背后还有谁？顾青，此次之事委屈陶陶了，我爹体也让你费心了。陛下言重，雷霆雨露俱是君恩，陛下以秉公处置，臣并无异议。顾青，你可知朕为何将陶陶的郡主封号定为永安？朕希望他永享安宁，也希望这朝廷、这天下能因他这份福气多得一些安宁。所以顾青，有些线查到该停的地方就该惊责无虞。朝局需要平衡，后宫也需要安宁，你说是吗？陛下圣明，臣谨记。臣所求从来不多，唯愿小女永安。若有人欲毁这安宁，便是掘地3尺，臣亦不会罢休。朕相信顾青。这话既是承诺，更是警告。回府去吧。皇帝听懂了。一把好刀，可惜刀柄上嵌了颗碰不得的明珠。爹爹，你回来啦！宫里的事办完了吗？坏娘娘被骂了吗？办完了。坏娘娘被关起来了，暂时不能出来使坏了。陶陶真厉害，帮了爹爹大忙。天煞孤星可亲，顾陶陶原来如此。音乐，一股更加阴冷恶毒，直指陶陶根本的谣言与阴谋，如同黑暗中滋生的毒蔓，已悄然埋下了种子。天煞孤星，可亲身边人。顾陶陶，你这个小灾星！镇国公顾北泽，你得了个宝贝，那是索命的阎王。靠近他的人都会倒霉，都会死。传出去，把这些话传出去，只要有人信，顾北丹，你的好日子就到头了。他信了。穷途末路之人抓到一根稻草，岂有不信之理？天煞孤星之论本就暗合世间对过于异常之物的恐惧与排斥。此谣一出，如疫病蔓延，不需我等费力，自会有人替我们动摇其根基。皇帝那边，帝王之心深不可测，然此谣若与江山稳固相连，便由不得他不忌惮。陛下要的是一把听话的刀，而非一把可能反噬其主的凶刃。听说了吗？那位小郡主命格似乎有些特别。何止特别？我娘家嫂子在宫里有点失落，听说是天煞的命，专克身边至亲之人。要不怎么她一来，李氏郎党就倒了霉？德妃娘娘也如今却……哎，你们说会不会？难怪这个星期有，还是别请那位小郡主了。近日，京城有些不着调的闲话，顾青可曾听闻？市井流言何足挂齿，臣未曾留意。朕也是不信的。什么天煞孤星、怪力乱神之说，陶陶天真可爱，乃我朝祥瑞。只是人言可畏，尤其是涉及至亲安危的言论，最容易动摇人心，也最是麻烦。陛下放心，臣既为陶陶之父，自当为他遮风挡雨。些许流言伤不了他分毫，也乱不了臣的心智。若有人想借此生事，臣的剑还未休。国公爷，贫道昨夜不测其语，隐有切奏，放星处散播，暂恐我们产生勾连。若放回形成诅咒，前将坏应郡主身边边人的运势，甚至招来真正的灾厄。邪法诅咒，道长可能确定？何人如此大胆？看，有人在以皇宫为基，借助龙气与万民之口，编织一张针对郡主的谣言纣网。此网无形，却恶毒无比，施术者道行极高，且对宫徽对郡主都极为了解。国公爷，此事绝非德妃之流能做到。国师。心里闷闷的，不舒服，好像有很多小虫子在咬。太阳公公生病了吗？花花草草也不高兴。音乐之说源于西南巫蛊，
指阴年阴月阴日阴时所生之女子，命格至阴，一朝邪岁，意义为邪术所趁，可为绝佳之媒介或祭品。爷，查遍京城及周边所有记载，近30年内符合阴月生辰的女子共有7人，其中6人已查明去向，或早夭或并无异常，唯有1人记录模糊，只知其出生不久便被一游方道人带走，不知所踪。那个道人有何特征？带走女婴的时间与国师入京的时间可有重合？记录残缺，道人特征不详，但时间据推算，与国师约莫20余年前云游至京被陛下延请入宫的时间相去不远。难道那个被带走的音乐女婴与国师有关？就是她，那个音乐女婴，那个门客。国师，你的目标果然是淘淘，你想对他做什么？原来如此，音乐为引，天眷为心，他是想行偷天换日或夺柄转生的逆天邪法，将郡主的天道气运通过谣言纣王与音乐媒介转嫁到他想转嫁的人或物身上，或者以此冲击某种封印禁制。他敢！国公爷，此时切忌冲动。国师经营数十载，在宫中根基深厚，且道法诡异，我们必须找到那个音乐女子现在的下落，找到她施法的核心阵眼，方能破局。否则强行对撞，恐会立刻引发邪法反噬，直接伤及郡主。查，倾尽所有力量查那个音乐女子的下落，盯死慈宁宫和孤师的一举一动。玄清道长，请你全力推演，寻找纣王薄弱之处与可能的阵眼所在，在找到破局之法前，加强淘淘身边的防护，任何试图靠近他的可疑之人或物，格杀勿论。此处的契机与慈宁宫观星山相连，却又自成循环，隐晦不明。道长，这可能就是阵眼之一，十有八九。但此处守卫必是外松内紧，且有阵法遮掩，强闯必会打草惊蛇，触发纣王反噬郡主。当务之急是另一条线，找到那个音乐女子的下落。她是此局关键，也可能是破局之哨。动用所有埋在西南的暗桩，顺着20多年前游方道人带走女婴的线索，往西南巫蛊盛行之地追查，注意寻找与国师早年行迹或秦派传承相关的任何信息，或要见人死要尸，或知其最终去向。宫内阵眼就拜托道长以术法手段，远距离细细感应，寻找其运转规律与最薄弱的时辰。我去探一探慈宁宫的底。臣听闻六公主暂居慈宁宫，不知可还习惯？上次花园之事，想必受了惊吓。有劳顾卿挂心，心儿在哀家这里很好，只是孩子家受了点惊，需要静养。说起来，永安郡主近日可好？哀家也甚是想念那孩子。承蒙太后惦记，淘淘尚好，只是近日京中有些无泥流言甚嚣尘上，竟牵扯到小女命格，臣心中甚是不安。不知太后可曾听闻？哀家身处深宫，一心向佛，倒不曾在意那些。不过世间事有时宁可信其有，不可自信其无，尤其是谨慎些，总是没错的。你说呢？太后无应之手，臣有权旨连修慎政，臣必将其视听。臣告退。天煞孤星，客亲无人要你。不是的，爹爹要淘淘。梦是假的，爹爹要淘淘，可是心里还是好难受。小姐不怕，小姐不怕，做梦了。嬷嬷在。念咒，吉凶，推朝法。找到了，第3个阵眼，也是音乐气息最浓之处。在何处？具体位置？幽兰院，前朝失宠妃嫔的居所，已废弃近30年，但贫道以术法感应，此地地下有极强的阴晴能量汇聚，且与国师太后的气机有隐秘勾连。那音乐女子极有可能就被禁锢在此处地下，此处便是整个谣言纣王的阴之核心，也是汲取转化郡主气运的泵，就在皇帝和太后的眼皮底下。国师，你院览靠近西华门，但远离主要公道，仅因内库荒废区，表面无人看守，实则是绝佳的有国师亲自布置的禁忌。万万不可！那此法一考进毒射杀朝连，不可能你会立刻暴露陷入险境，更会瞬间刺激纣王对郡主的反噬，将不堪设想。那该如何？
难道眼睁睁看着陶陶被这纣王一日日侵蚀，等到月圆之夜，阴气最盛之时，让他们完成邪法吗？配合了的可行法，但难风险大型，制作移取转化郡主气运的关键瞬间，将其短暂误导向假人，这能为我们争取到极短的阵法运作停滞紊乱的空隙。在此空隙内，纣王对郡主的直接锁定和反噬会降到最低，同时阵法自身会输入异常而短暂暴露核心脉络与防护弱点。届时国公爷你需以最快速度直扑幽兰院地下核心，而贫道会在外围以毕生修为强行冲击，扰乱另外2处阵眼，为你分担压力，并尝试从外部削弱阵法。但这空隙极短，可能只有10息，你必须在这10息内找到并摧毁或控制住音乐核心，或至少切断其与纣王与国师的联系，否则阵法恢复，纣王反噬与国师的反击将接踵而至，你我与郡主皆危矣。10息足够了。何时是施法最佳时机？3日后子时3刻，越过中天，阴气由盛转衰的刹那，是纣王运转试图袭取的固定周期，也是其防御相松懈、追求效率之时。动手！3日陶陶，再等爹爹3日，这一次爹爹一定把那些藏在暗处的虫子全都揪出来，踩得粉碎。镇国公顾北央纵女骄横，身带不祥，引动朝野流言，有损国本，为江山社稷算。臣请陛下暂令永安郡主离京进修，以安民心。来了，谣言果然烧到朝堂上来了。是风文文奏事是其本职，然不祥之说怪力乱神，朕不信。不过流言汹汹，却也扰攘京师。顾卿，你是国之柱石，亦是陶陶之父，子嗣教养亦是臣子本分。近日便让陶陶在府中静心修养，少些外出吧。待流言平息，再论其他。臣遵旨，谢陛下体恤。爹爹，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再去找追风玩呀？很快，等爹爹处理完一些事情，就带陶陶去骑马，去放风筝，去看所有陶陶想看的地方。陶陶，相信爹爹吗？信，陶陶最相信爹爹了。有劳道长了。无量天尊，今夜贫道与国公并肩一战。万色俱寂。爹爹。好难受，爹爹，爹爹有危险！爹爹，小姐，你怎么了？做噩梦了？快回来，仔细着凉。嬷嬷，爹爹他疼，陶陶心里疼，爹爹是不是受伤了？是不是有坏人在打爹爹？不会的，小姐，国公爷武功高强，不会有事的。您这是太想爹爹了。就是现在，乾坤借法，李代韬皇，气息为引，祸乱阴阳。就是那里，是心。给我破！不好，他有意识，是陷阱！黑眼睛，坏东西，不许伤害爹爹！坏东西，放开我爹爹！不许你碰爹爹！爹爹，快回来！这是血脉共鸣，天道加持，郡主在主动呼唤。
淘淘，是淘淘在帮爹爹。怎么可能？阵法被毁了，那小丫头，她怎么可能有如此力量？爹爹，没事了。成了，郡主、国公爷，你们父女真是创造了奇迹。撤，清理痕迹，按预定路线，快！西边幽兰院，国师顾北战，你果然还是动手了。看来是朕的国师输了这一局。传朕口谕，西边有些不安宁，让侍卫统领加派人手巡视，但不必过于深入，尤其是废弃宫院区域，以免惊扰贵人。另外，天明后宣镇国公入宫觐见。领旨。道长，大恩不言谢。客气了，是郡主吉人天相，亦是国公爷父女连心，破了此局。郡主方才力竭昏睡，已无大碍，只是需要静养。爹爹，淘淘，爹爹回来了，谢谢你，我的小福星，我的小勇士。好一个天道亲闺女，好一个顾北疆是老刀小破，种子已灭下一个。西边废宫疑似有野猫惊扰，已加强巡视。皇帝怕是要重新掂量了，这棋局越来越有意思了。嬷嬷，爹爹呢？国公爷在书房。我要去找爹爹。唉，爹爹在真好。这该如何叫醒？以前都是嬷嬷。淘淘，辰时了，该起了。冷。哎呀！此处有顽敌固守。好像歪歪的小鸟尾巴。爹爹梳的最好看，比嬷嬷梳的，有精神。爹爹好厉害，像大猫猫伸懒腰，又像池塘里的大白鹅扑翅膀。此乃拳法，可强身健体，御敌防身，非是猫鹅之举。淘淘懂了，是能打跑坏人的厉害的猫猫拳和鹅鹅拳。爹爹，淘淘也会写字啦，盖章。想学，爹爹教你。不过盖章需用印，笔墨在此。嬷嬷又干了。给爹爹最好看的猪猪。爹爹，饿了吗？淘淘给你做了点心，放了糖，还有猪猪，可甜可好看啦。造型别致，心意难得，爹爹稍后品尝。属下告退。这是芍药，这是牡丹，这是月姬。香香的，像嬷嬷洗完衣服的味道。爹爹，这个鱼
好吃吗？红烧还是清蒸？此乃观赏之用。爹爹，它们飞那么高，会不会掉下来？要是掉下来摔疼了，他们的爹爹娘亲会不会心疼呀？会，所以他们会好好飞，他们的爹爹娘亲也会教他们。看，猜狗狗。好。淘淘导师猜团团怪物。淘淘吃完了，怪物被打败了。淘淘将军厉害。淘淘胆是盖姓了。从前有一只大灰狼，大灰狼想要吃掉小绵羊。大灰狼埋伏在草丛，观察小绵羊的巡逻路线和防卫弱点。但小绵羊的哨兵非常警觉，提前发现了敌情。于是小绵羊们没有慌乱，他们迅速集结布下口袋阵，用犄角和后蹄作为武器，并由最强壮的头羊带领，主动向大灰狼的侧翼发起佯攻，吸引其注意力。爹爹，下次坏人来，我们也排队，用头撞他们，像小羊羊一样。好，听淘淘的。顾北江看着女儿被军事科普故事激励的斗志洋洋，虽然方向有点歪，一时语塞。睡觉，坏人来了，爹爹会处理，你负责好好睡觉，长高高。今日淘淘大夫要给爹爹号脉看诊，病号躺下。脉象，怕是只能摸到为爹强健的心跳和一丝荒谬的暖意。哎呀呀，爹爹脉象浮浮沉沉，跳跳蹦蹦，像是肚子里有只不听话的小兔子在跑步。病号不许笑，要听大夫的话。接下来要看舌苔呀，舌苔红红的，爹爹上火了，要吃药药。这仙丹的成色颇为驳杂，有石英，有茱萸，还有西域琉璃。爹爹，快吃下淘淘的去火神仙丹，一口吞，不许嚼。味道甚是奇特，有土腥，有涩味，还有童趣。爹爹，我感觉跑了吗？嘴里甜不甜？火气顿消，神清气爽。淘淘大夫药到病除。郑国公日理万机，永安郡主已不甘落后，开启了他的第一次辅政实践。爹爹，淘淘也要红笔笔。用这个，朱砂贵重，且不易清洗，点到为止。爹爹，准了，淘淘盖过章了。于是从这一天起，部分发往各地的敌报上偶尔会多出一个神秘的充满童趣的红色印记，一度被地方官员猜测为某种新的加密符箓。爹爹，没有会发光的石头，也没有藏着秘密的小虫子。上来，视野高度是侦查第一要素。高高，爹爹是淘淘的大马。爹爹看，那朵花上有蝴蝶，那边有鸟窝，咦，假山后面好像有东西亮亮的。好，过去看看。找到了，亮晶晶的宝贝。一次成功的高空侦察任务，收获稀世珍宝碎瓷片1枚。指挥官与坐骑均表示满意。